百变小厨房，不负好时光。大家好，这里是百变小厨房。荷包蛋非常好吃，而且做出来鸡蛋的营养基本上全保住，尤其是小孩子特别喜欢吃荷包蛋。但是想要做出光滑、圆润，而且蛋黄非常软糯的荷包蛋该怎么做呢？今天就来给大家分享一个煮荷包蛋的小方法。鸡蛋是我们每天都会吃到的一种营养食材，它的吃法也非常的多，尤其是水煮荷包蛋，大家都特别的喜欢。那么我们在挑选鸡蛋的时候，一定要挑选新鲜的鸡蛋。很多人都不知道该怎么来挑选，其实非常简单，我们可以把鸡蛋放在手里面来回左右的摇晃一下。摇晃几下之后，如果感觉里面没有晃动，那么像这样的鸡蛋就是新鲜鸡蛋了。如果左右摇晃的时候感觉里面晃动的非常厉害，像那样的鸡蛋就不新鲜了，不建议大家购买。除此，我们还要看一下鸡蛋壳表面，看看壳上面有没有黑点。如果上面有黑点的鸡蛋，那么也是放置久了不新鲜了。我家就特别喜欢吃这种的白壳鸡蛋，这种白壳鸡蛋它的壳非常的薄，但是很多人都误认为这是鸭蛋，其实并不是的，这是白壳鸡蛋，现在市面上也非常的多。鸡蛋挑选好后，根据自家人口的数量准备适量的鸡蛋。我们可以看到鸡蛋表面非常的脏，上面有许多肉眼不可见的细菌，还有一些甚至有非常明显的鸡粪残留，所以我们一定要把鸡蛋表壳清洗干净。洗鸡蛋的时候往里面加点盐，盐具有杀菌的作用，这样呢我们在洗鸡蛋的时候就可以很好的将鸡蛋壳表面的一些细菌粪便残留清洗干净。可能有朋友会认为我们又不吃鸡蛋壳，没必要清洗。其实正因为我们要把鸡蛋打开，那么就害怕鸡蛋壳上面的一些脏东西将里面的鸡蛋污染了，这样吃下去那对身体是没有任何好处的，尤其是对于小朋友来说。因此我们在用鸡蛋之前一定要把它清洗干净了。如果鸡蛋壳表面肉眼可见的污渍比较顽固的话，我们也可以用百洁布或者是刷子来进行刷洗。接着再换3次清水将鸡蛋完全清洗干净。洗干净的鸡蛋放入盘中备用。接下来准备一只干净的小碗，碗里面加少许清水，不需要太多，一点点就可以。然后把碗端起来，这样晃动2下，让碗的内壁完全的被水淹一遍。接着再往里面刻入鸡蛋，里面加上了清水，我们把鸡蛋打进去之后，那么鸡蛋就不会发生粘连了。接着锅里面加入适量的清水，开火烧水，现在开大火，锅里面开始出现这种小泡泡的时候，我们往里面加入1勺盐。加盐可以增加水的密度，如此一来就可以防止粘锅，不仅如此还可以加速蛋白的凝固，所以加一点盐是非常有必要的。然后直到锅里面的气泡开始变得更加密集更加多，这个时候我们就把鸡蛋倒入到锅里面。倒鸡蛋的时候也是要讲究技巧的，千万不要一次性一股脑的倒进锅里。我们先把碗浸入到水中，一直到碗边触碰到锅底的地方，找好位置，我们再慢慢的将鸡蛋滑进去。接着用刚才同样的方式，将所有的鸡蛋依次滑入锅中。整个动作一定要轻要慢，不要着急，不然的话很容易就散黄了。刚才忘了说一个要点，就是当锅里面出现密集的小泡泡，也就是我们下第一个鸡蛋之前，一定要把火调到最小。
如果火太大，那么水一开起来就会形成一个很大的冲击力，这样呢，我们的蛋是不会成型的。其实水煮荷包蛋这种方式是一种非常久的方式，小时候家里面的老人就喜欢这样做。所有的鸡蛋完全下进去之后，现在我们把表层的浮沫撇去，然后盖上盖子，一直以小火焖煮3分钟，让所有的鸡蛋白完全凝固。整个过程都要保持盖子是盖住的，不要随便去揭开。时间到了，我们把盖子打开。这个时候锅里面的荷包蛋基本上蛋白就已经完全凝固了，我们现在用铲子轻轻地搅动一下，不要让它贴锅。铲子翻动的时候动作一定要轻，并且一定要小心翼翼的，因为现在的蛋白还比较脆弱，凝固的不是特别的牢固，如果一不小心用力过猛，就很容易把蛋白戳破。如果喜欢吃溏心蛋，那么再煮个1分钟左右就可以了。而喜欢吃老一点的，蛋黄完全凝固的，那么就可以多煮上几分钟。溏心蛋虽然好吃，但是家里面的小朋友尽量不要吃溏心蛋，这里我就不在这里多说了，相信大家都懂。然后盖上盖子，再把火转到中火，煮2到3分钟。时间到，揭开锅盖，就这样我们的水煮荷包蛋就做好了。短短的几分钟时间就做了一大锅荷包蛋，看一下每一个荷包蛋的形状都非常的完整，每一个荷包蛋的形状大小都差不多，蛋黄也是规规整整的，非常的圆润。现在我们将煮好的荷包蛋盛入盘中，这样做出来的荷包蛋火候和时间刚刚好，蛋黄也凝固的刚刚好，中间稍微带了一点点的溏心，吃起来非常的好吃，看起来就非常的有食欲。这样做出来的荷包蛋，家里面的小孩也非常的喜欢吃。如果想要小孩多吃几个的话，那么我们先把做好的荷包蛋放在一边。接下来掐上几根自家的葱，洗干净后切成葱花，收入碗中。2瓣大蒜先切成薄片，接着剁成碎末，剁得越碎越好，这样呢就更入味儿。和葱花放一起，加1小勺盐，一点点白糖，生抽，香醋，几滴香油，然后先用勺子搅拌2下，接着往里面加入半碗温开水，然后继续搅拌，搅拌至所有的调料完全溶解融化。搅拌成这个样子，先放一旁备用。接着依次在荷包蛋的顶端用刀划上十字花刀，接着把刚才我们调好的料均匀地浇在荷包蛋上面，划上十字花刀，这样呢鸡蛋会更加入味。其实大蒜配鸡蛋是一种非常常见而且非常好吃的做法，但是很多朋友都不知道。如果早上觉得我们水煮的荷包蛋寡淡无味，那么就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做水煮荷包蛋，调上1碗料汁浇在上面，全家老小抢着吃，就连小朋友都特别喜欢呢。配上大蒜之后，吃起来营养也更加的丰富了，味道也更加有层次感。亲爱的朋友们，视频都已经看到这里了，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所帮助的话，
那么请用您发财的小手给我点个赞吧，您的每一次点赞和支持都是我最大的前进动力，感谢您的关注和支持。如果你也喜欢吃水煮荷包蛋的话，那么不妨试一下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方法和技巧。那好了，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里了，感谢你收看，我们明天不见不散，拜拜。